肖恩是一位勤劳的农夫，在一次机缘巧合下，他认识了街边流浪的杰西卡，两人一见钟情，很快组建了家庭。然而肖恩原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但没想到这段感情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在经历了兄弟背叛和离婚风波后，肖恩以一种难以置信的方式离开了人世。起初警方认为这只是一起意外事故，因为肖恩在去世前正在与接线员通话，但真实的情况超出了所有人预料。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爱荷华州波恩市。该市位于爱荷华州中部，距离首府德梅因大约30英里，人口约为12000人，是波恩县的一个城市，也是该县的县治。主人公肖恩出生于1977年6月21日，他的成长经历相对简单，一直生活在波恩县，是个地地道道的农夫。1999年，时年22岁的肖恩通过哥哥杰森介绍，认识了未来的妻子杰西卡。杰西卡生于1982年，她比肖恩小5岁，当时是一名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杰西卡的成长经历相当坎坷，大约在10几岁时，她的亲生父母因为离婚放弃了抚养权，杰西卡遭到抛弃，被迫去了寄养家庭。由于性格十分叛逆，杰西卡的养父母后来感到无力管教，于是又将她送到了青少年收容所。然而没过几年，杰西卡就因为无法适应收容所的环境，跑到了外面。由于没有经济来源，也没有容身之处，杰西卡便在波恩县开始了流浪生活。也就是在这段时间，肖恩的亲哥哥杰森在街上遇到了杰西卡。杰森看到杰西卡十分可怜，于是便把她带到了自己家。起初杰森打算收留杰西卡，但没想到弟弟肖恩对杰西卡产生了好感，于是杰森把杰西卡介绍给了肖恩，两人就这样慢慢发展成了男女朋友。一开始肖恩的母亲帕蒂强烈反对这段恋情，因为杰西卡年龄太小，而且身世非常复杂，帕蒂担心儿子肖恩会因此惹上麻烦。然而那时肖恩已经被杰西卡深深吸引，他没有听取母亲的建议，很快与杰西卡同居。2002年，交往3年后，杰西卡与肖恩结为夫妻。同年，他们迎来了第一个孩子，2年后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当时这对夫妻住在一辆不大的房车里，与他们一同生活的还有一名叫丹尼尔的男子。丹尼尔是肖恩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两人的关系较为复杂。简而言之，就是丹尼尔小时候曾被肖恩的父母收养，但由于各种原因，肖恩的父母不是唯一的收养者，所以丹尼尔在年幼时并不会一直住在肖恩家，而是在多个寄养家庭中辗转。然而原本寄养生活通常截止到成年就应该结束，但丹尼尔是一个不思进取的年轻人，他不愿外出工作，而其他寄养家庭又不想继续收留他，所以丹尼尔没有办法，就找到了对他最关心的肖恩求助。肖恩是个十分重情义的人，一直把丹尼尔当作亲弟弟。尽管当时肖恩刚刚与杰西卡同居，多一个人生活非常不方便，但作为哥哥的他还是让丹尼尔住进了自己的房车。然而肖恩原本出于好意，想要真心实意地帮助丹尼尔，但丹尼尔不仅没有回报，反而趁机给肖恩戴了绿帽子。这一切还要从2005年开始说起。那时丹尼尔已经与肖恩夫妇共同生活了4年时间，也就是从两人刚刚恋爱时就住进了房车。不过由于那几年肖恩一直在当地从事农业活动，丹尼尔没有找到机会，所以他一开始表现得非常安分。但随着肖恩2个孩子的到来，农业收入已经不足以支付生活开支，于是肖恩为了多赚钱，找了一份长途卡车司机的工作。这份工作想必大家应该了解，那就是需要经常到外地送货。也就是在肖恩外出工作期间，丹尼尔找到机会与杰西卡建立了不正当关系。起初肖恩并没有察觉，因为他对丹尼尔非常信任，一直把丹尼尔当成亲弟弟。直到后来，丹尼尔与杰西卡变得愈发放肆。有一次他们为了追求刺激，故意在与肖恩通话时发出了异常声音，那时肖恩才产生了怀疑。于是在2005年3月的某天，肖恩在一次夜晚送货途中故意改道回了一趟住所，结果他就撞见了两人偷情的场景。当时肖恩简直快要气炸了，他对丹尼尔和杰西卡做了一些过激的行为，两人明知理亏，所以没有反抗，很快灰溜溜地离开了。这件事情发生后，杰西卡向肖恩提出了离婚，而肖恩也找了律师准备应对离婚官司。
然而仅仅过了3周后，杰西卡就后悔了自己的决定，因为情人丹尼尔不思进取，整日沉迷玩乐，无法给杰西卡提供稳定的生活。于是经过再三考虑后，杰西卡找到了肖恩寻求和解。实际上肖恩并没有过多责怪杰西卡，因为他认为这一切完全是由丹尼尔引起，杰西卡也算是受害者，所以肖恩看在2个孩子的份上，很快接受了杰西卡。这次出轨风波让肖恩吸取了教训，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只顾赚钱，还要花时间陪伴妻子。于是肖恩辞掉了原来卡车司机的工作，又在当地农场找了一份牧羊人的新工作。虽然这份工作的收入相对较少，但有充足的时间陪伴家人。更重要的是，工作地点离家很近，可以防止丹尼尔再次插足。然而肖恩还是想得过于简单，平静的生活仅仅维持了不到2年，他就在一次离奇的事故中失去了生命。2007年5月28日，这一天是周一，也是美国的传统节日阵亡将士纪念日。大约早上9点，肖恩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农场工作。由于他的主要职责是为农场主放羊，所以为了防范郊狼和野狗对羊群产生威胁，肖恩通常会携带一把.45口径的手枪。上午11点左右，肖恩在放羊时，在羊群不远处发现了一只野狗。这种情况他已经见怪不怪了，于是掏出手枪朝着野狗开了一枪。也就是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枪响后野狗毫发无损，肖恩却中枪倒在了地上。当时肖恩认为自己肯定是被榴弹击中，于是赶紧拿出手机拨打了911求助。911, what is the emergency? I've been shot. I'm in the sheep farm in the back. Please hurry. Is there another party there? How were you shot, sir? I shot myself. I don't know. The gun just went off. I was going after a dog and my gun went off. It ricocheted off the ground. Please hurry. Accident. 这通电话大约持续了2分钟，期间肖恩详细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并声称原本射击野狗的子弹从树上反弹击中了他。不过后来电话突然中断，接线员并没有了解到他的具体位置。大约过了5分钟后，肖恩再次拨打了911。由于他所处的农场位于2个县的交接处，所以第2次报警电话被转接到了隔壁格林县。Yeah, I shot myself. Sure. What's your name? Michael Hill. Michael Hill, and you shot yourself where? I don't know. I can't move. Okay, can you tell me a general area of where you're at? I'm about 2.5 miles west on E57 off of 169. Are you in Greene County, sir? I don't know. I just went again. I just blipped this on my arm. Oh my God. Oh my God. Sir? Are you there, sir? Sir? 肖恩在第2次报警时再次遭到枪击。据他当时的描述，他认为第2次中枪是由于枪支走火，但不幸的是，也就是这一枪给他造成了严重伤害。当警方赶到现场后，肖恩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当时肖恩正躺在一辆拖拉机旁边，他的身体右侧有一把.45口径的手枪，而手枪枪口朝向肩膀的位置刚好有一处枪伤。从现有情况来看，这一切似乎与肖恩报警时的描述完全一致。然而当警方把尸体翻过来后，他们又在肖恩的后背发现了另一处枪伤，这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因为榴弹通常不太可能击中后背，而且案发现场也只有1枚手枪弹壳，警方十分怀疑这可能不是一起简单的意外事故。于是在把尸体送去尸检的同时，他们联系了受害家属，以确定打电话的人是否是肖恩本人。尽管肖恩的母亲和妻子都明确表示报警人确实就是肖恩，但警方仍然需要解决发现的疑点，也就是子弹为什么会击中肖恩的后背，又为什么现场只有1枚弹壳。通过进一步分析报警录音，警方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肖恩在第2次中枪时，枪声明显来自较远的位置，而不是电话旁边。这表明肖恩第2次中枪不可能是身边的手枪走火。这一结论也得到了相关证据支持。法医在对肖恩进行尸检后，从他的体内提取了2枚子弹。尽管这2枚子弹都已经严重形变，无法确定具体的规格，但基本上可以确定这是一种步枪子弹，而非手枪子弹。此外，法医还根据肖恩的枪伤判断，子弹是从高处射出，其弹道轨迹呈现自上而下的特征，而榴弹形成的弹道通常是自下而上，
这也更加证实肖恩遭遇枪击不是人为事故，于是警方立即展开了调查。通常处理这类刑事案件，受害者的伴侣往往是重点怀疑对象，所以这次也不例外。警方首先询问了肖恩的妻子杰西卡。杰西卡在第一次接受问话时没有提供任何线索，她表示与丈夫的感情很好，没有发生过矛盾，也不清楚谁有可能会杀害肖恩。但这一说法很快遭到了肖恩母亲帕蒂的反驳。起因是肖恩遇害后，帕蒂为了帮忙照顾孩子，让杰西卡搬到了自己的住处。期间帕蒂无意间看到了杰西卡和丹尼尔的来往邮件，两人在邮件中非常隐晦地讨论了这起谋杀。虽然没有直接说明，但从字里行间透露的内容来看，他们似乎与这起谋杀案有关系。于是帕蒂马上报告了警方。得知这一情况后，警方再次传唤了杰西卡。面对警方拿出的证据，杰西卡终于透露了一些有助于破案的线索。Our belief is that you had more contact with him. Was there more? We did talk all the time. How often in the last 6 months have you had a sexual relationship with him? How often? I can tell you for sure. What would you complain about? Or Oh, him being an ass. He makes me feel like all I'm there for is sex. Him not being grateful. what exactly have you said? And I just wish he wouldn't come home. 根据杰西卡的说法，自从他和肖恩重归于好后，就与丹尼尔中断了联系。但这次出轨风波给肖恩造成了严重心理创伤，他经常疑神疑鬼，认为杰西卡和丹尼尔仍然存在不正当关系。为了找到相关证据，肖恩经常突然回家检查杰西卡在做些什么，还要求杰西卡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接听他的来电。这一系列措施让杰西卡苦不堪言。由于一直没有找到杰西卡再次出轨的证据，肖恩出于恐吓的目的，又对杰西卡说了一些过激的言论，声称他只要在波恩县见到丹尼尔，就会毫不犹豫地杀掉他。杰西卡听后非常担心丹尼尔的安全，于是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丹尼尔。原本他只是想让丹尼尔多加小心，但也就是这次联系让两人旧情复燃，重新恢复了不正当关系。此后的一段时间，杰西卡和丹尼尔经常偷偷约会，期间杰西卡也曾向丹尼尔表达过对肖恩的种种不满，不过杰西卡强调那只是抒发情绪的一种方式，没有任何其他目的。警方对杰西卡的说法有些怀疑，因为就两人的邮件内容来看，杰西卡并不像他所描述的那样无辜。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发现杰西卡和丹尼尔在案发那天有过密切联系。根据两人的短信内容，杰西卡曾向丹尼尔表达过他希望肖恩今天出门后不再回家，还说如果肖恩永远离开，他和丹尼尔约会将会变得更加方便之类的言论。更重要的是，丹尼尔给出了明确答复，表示他会让杰西卡梦想成真。此外，丹尼尔还向杰西卡了解了一些关于肖恩上班地点之类的事情。这些证据表明，丹尼尔肯定与谋杀有关，而作案动机大概是为了帮助杰西卡解决烦恼。于是警方立即对嫌犯丹尼尔进行了询问。Well, then we are looking at the full picture. And you are involved in the shooting of Shane. Okay. How? Dan, listen to me. Okay.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I think that you saw yourself involved in. Okay. But I think that you allowed your emotions, your love for Jessica. Okay, you love Jessica, don't you? I've always loved her. Okay. You had strong feelings for her. You told people that you had strong feelings for her. Yeah. 一开始丹尼尔并没有承认与本案有关系，直到后来警方拿出了他与杰西卡的短信记录，以及使用了一些审问技巧，最后丹尼尔才顶不住压力承认了罪行。根据丹尼尔的说法，自从肖恩把他赶出家门后，他就去了一位叫亚伦的朋友家里。亚伦和丹尼尔的关系有点类似于肖恩，他们同样是在以前的寄养生活中建立了友情，关系同样非常亲密。在过去的1年多里，丹尼尔一直想要修复与肖恩的兄弟情谊，但不论丹尼尔怎么道歉，肖恩就是不肯原谅丹尼尔，甚至还对丹尼尔发出了死亡威胁。尽管丹尼尔对肖恩的态度感到有些不满，
但当时还没有上升到想要杀死肖恩的程度。直到后来，丹尼尔和杰西卡旧情复燃，那时丹尼尔才慢慢改变了之前的想法。起因是杰西卡告诉丹尼尔，他想离开肖恩，为此丹尼尔单独租了一套公寓作为两人的落脚地点。然而当房子的问题解决后，杰西卡又提出肖恩不愿让他带走孩子，如果孩子的问题无法解决，他就不能和丹尼尔在一起。面对杰西卡提出的新问题，丹尼尔认为只有杀死肖恩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因为他和杰西卡的经济能力有限，即便打官司也很难赢得孩子的抚养权。不过由于丹尼尔和肖恩的关系非同一般，丹尼尔很难克服心理执行谋杀，所以丹尼尔找到了朋友亚伦帮忙。然而亚伦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竟然同意了这个荒唐的请求，于是两人就在案发那天策划了这起谋杀。5月28日上午10点左右，丹尼尔和亚伦带着一把猎枪驾车来到了肖恩工作的农场。当时肖恩正在农场放羊，并没有察觉到两人的到来。由于丹尼尔和亚伦不熟悉农场的环境，担心农场会有其他人，于是他们躲进了农场附近的一处废弃的旧房子。两人分工十分明确，丹尼尔负责望风，而亚伦负责找机会射杀肖恩。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超出了所有人预料。当亚伦瞄准肖恩扣动扳机的那一刻，肖恩刚好拿出手枪朝着野狗开了一枪，他们几乎同时发射，2声枪响合二为一，这才导致肖恩误以为自己是被射击野狗的榴弹击中。第一次射击结束后，负责望风的丹尼尔发现肖恩并没有死去，反而拿起了电话报警，于是他给亚伦下达了再次射击的指令。原本这次亚伦瞄准的是肖恩的头部，但由于射击技术不佳，子弹击中了肖恩的肩膀，而肖恩肩膀旁边刚好是掉落在地上的手枪，所以这又导致肖恩做出了错误判断，认为第二次中枪是身边的手枪发生走火。实际上这一切完全属于巧合，并不是亚伦和丹尼尔有意为之。可悲的是，肖恩到死都不知道中枪的原因，始终认为自己发生了意外。好在本案的凶手之一丹尼尔心理防线较为脆弱，同时也缺乏法律知识。他之所以如此配合，主要是单纯的认为自己没有开枪就不会受到法律制裁。也正因如此，丹尼尔在接受问话时表现得非常配合，甚至还主动上交了作案枪支，这才让警方掌握了充分证据，成功抓获了另一名凶手亚伦。不过丹尼尔在讲述犯罪经过时没有过多提及情人杰西卡，而杰西卡也一直没有承认罪行，但警方并不认为杰西卡与本案毫无关系，至少从他们掌握的邮件和短信内容来看，杰西卡有操纵丹尼尔作案的嫌疑，因此警方也以谋杀罪逮捕了杰西卡。2008年2月，肖恩遇害近1年后，本案开庭审理，主谋丹尼尔因1级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枪手亚伦被判处2级谋杀罪，获刑50年监禁。杰西卡最初获得了与亚伦相同的罪名和刑期，但由于检方指控他的证据相对薄弱，只有短信和邮件等相关旁证，因此当杰西卡提出上诉后，最开始的判定结果很快推翻，最终杰西卡仅被判处共谋罪，获刑12年。根据最新的报道，目前杰西卡已经释放出狱，现仍住在爱荷华州。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